的能够战胜你吧？日本天才拳王一晚 KO 3位中国冠军，暴力的跳膝加上精准无比的高鞭腿，击败了一位又一位中国选手，成功在中国拳坛夺得60公斤级世界冠军金腰带。他的大名早就在中国拳坛流传很久。朝九玉桂被日本官方誉为日本搏击天才，年仅19岁就在中国斩杀了9位中国选手，至此被部分拳迷粉丝称之为是中国选手的克星。他9次来华，9场连胜。有请来自日本的天才少年朝九玉桂。就在朝九玉桂在中国保持连胜不败之际，中国小将朱帅杀了出来。别看朱帅才年仅18岁，他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抗日英雄，曾3次征战日本拳坛，斩杀了3位日本世界冠军并全身而退。首次回到中国拳坛就对朝九玉桂发起了挑战。然而朝九玉桂并没有把朱帅放在眼里，认为自己在中国打比赛时间长了，对中国选手的打法非常熟悉，于是便认为一个小小的朱帅并不能成为朝九玉桂的拦路虎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朱帅的精彩表现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。黑色拳套是被称为中国人克星的朝九玉桂，白色拳套则是被称为日本冠军克星的朱帅。既然朝九玉桂能在中国连续9胜不败，自身的实力必然不能小觑，对中国选手的打法套路和战术非常了解。反观朱帅很少在国内打比赛，一般都是在国际拳坛亮相，所以朱帅对外国选手的战术打法极为了解。俩人一上来并没有实施过多的试探，直接就展开了激烈对拼。进行投票。朝九玉桂在去年的年终盛典对上了王俊玉，那第4回合以跳膝 KO 了王俊玉，但是呢脚部严重受伤，整整的休养了1年，再回到武林风的擂台。朝九玉桂在中国这个60这个年轻人就要醒着拼。朱帅的进攻欲望非常强烈，时时刻刻都在压着朝九玉桂发起主动进攻。然而朱帅的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，这一次击倒给朝九玉桂带来了大麻烦。朱帅可是曾横跨日本东京斩杀日本世界冠军的小伙，岂能被一个19岁的日本天才少年小瞧？这一次击倒朝九玉桂的招式和 KO 日本冠军卜部宫野的招式几乎一模一样，看来日本选手都吃这一套。卫冕战，对，朝九玉桂的卫冕战在3月，是，这只是一场超级战。是，但是呢，这个强度真的是振奋人心。好，哇！机会。选择拼拳是朱帅的机会。不知道朝九玉桂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，竟然敢和朱帅展开拼拳，看来还是挨揍挨得太少了。要不是朝九玉桂及时进行搂抱，恐怕朱帅又把朝九玉桂击倒了一次。于是裁判就警告了朝九玉桂一次，毕竟这一次搂抱直接救了朝九玉桂，裁判警告一次并不过分。一直在瞄他老爸，他老爸一直下指令。过去他老爸第1回合是不会下指令的，现在呢没办法，被朱帅打倒之后，对，紧张了，不得不下指令了。其实朝九玉桂的老爸对朱帅有一个评语，就第1回合就能 KO 了这个日本最厉害的卜部宫野，他觉得非常了不起。今天朝九玉桂的劣势越来越大，台下的教练越来越着急，他的教练一直在告诫朝九玉桂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，先把命保住，再找机会进行报仇。然而朝九玉桂已经打上头了，先不说朝九玉桂在中国有多厉害，这家伙在日本也是出了名的厉害。此时此刻考验朝九玉桂的时候到了，面对朱帅的穷追猛打，朝九玉桂表现的依然很不错，常常呢这个里面塞不下，要到外面空地去练。好，惊涛骇浪之中，还有10秒。朝九玉桂撑过了第1回合，但是呢，这个朱帅漂亮的强毒。好，第1回合比赛结束，这个气氛很紧张哈。对。好，第2回合比赛。第2回合开始了。经过休息之后的朝九玉桂感觉自己又醒了，直接就与朱帅展开了激烈对拼。反观朱帅变得非常冷静，既然已经拿到了大比分优势，那么朱帅就没必要再和朝九玉桂拼命，只需稳中求胜即可。毕竟朝九玉桂这家伙的实力太过恐怖，能在中国连续9胜不败的日本选手，恐怕就只有朝九玉桂一人。随后你看哈，就是拳手之间的较量，不仅仅是狭路相逢勇者胜，而是整体团队战斗艺术的一个较量。对，就从这个朱帅所在的辽宁创新来讲，我也有跟他的教练张涛聊过。
之前的话，他们就是对阵外国的高手的时候，他们首先想做的是要防守，怎么样防？现在不是这样，他们会针对这个对阵的。朝九玉桂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，依然能与朱帅展开激烈的正面对抗，一直在猛压朱帅内围做动作，甚至连喘气的机会都不给朱帅。反观朱帅的表现让人感到十分惊叹，与朝九玉桂拉开距离之后，便对朝九玉桂发起了主动进攻。两人都是10多岁的年轻人，自然是谁也不服谁。那另外呢，这个朝九的回法的击中效果比较好，所以会引起裁判的青睐。那以上呢这几点都已经被朱帅给破解了。对，因为他们团队做了这个比较细致的研究。是。再来。那当然了，这个朝九玉桂啊，他们在练功也有他们特别的方式啊，所以你看这个朝九的这个肌肉跟所有的运动员完全不一样。他的不一样。被读秒一次的朝九玉桂依然在奋发图强，一直对朱帅发起主动进攻。反观朱帅表现得非常灵活，时时刻刻都注意着朝九玉桂的一举一动，最起码要躲开朝九玉桂的重击，其他的试探进攻可以用身体硬扛。除此之外，朱帅都要时刻紧盯朝九玉桂的任何进攻动作。那是因为朝九玉桂的重击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实施出去重创朱帅。再来，朱帅现在仍然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。你要注意啊，我们的朝九玉桂会左右换架，而且呢，他们最近他的弟弟朝九太阳刚刚用这个3日月簇 KO 了日本选手，所以他们这个家族也是会这个秘密的绝招了，是点穴的绝招，用这个脚趾头那一块来点你。对，刚刚王鹏飞没用出来。面对朝九玉桂的穷追猛打，朱帅一点都不忍让，不管是在内围对抗还是在中远距离，朝九玉桂一刻都没有停歇，时时刻刻都在猛压朱帅内围做动作。反观朱帅的反击也是漂亮，连续的重击命中了朝九玉桂的脑袋，顷刻间朝九玉桂就顶不住了，唯有搂抱才能让朱帅的反击停下来。就是1年没打比赛没感觉了。你经常不上擂台会失去这种擂台上的感觉的。原先去年11月 K1 有找他去比赛，那他老爸是担心我们年终盛典会影响到这个，万一受伤会。好，第3回合比赛开始。对，第3回合开始了，被惹怒的朝九玉桂真不是闹着玩的，瞬间就加强了进攻攻势。然而朱帅依然是处于半防守半进攻的状态，在不被朝九玉桂 KO 的前提下，朱帅的反击动作一刻都没有停歇。面对朝九玉桂的火力全开，朱帅也是能扛就扛过去，就顶就顶过去，实在不行就主动倒地，很有技巧把朱帅压倒在地。现在这个朝九玉桂大爆发了，朱帅要小心，千万守住这一回合。又一个跳膝。哇！朱帅陷入苦战。没想到呢，这个朝九玉桂第3回合大爆发。对，只要能限制朝九玉桂实施猛烈进攻，朱帅已经实施了很多次违规招式，被裁判警告1次的朱帅，能否重振雄风来与朝九玉桂斗争到底？不得不说，朱帅也算是个男子汉。面对在华9战9胜的日本冠军，朱帅能打到现在这个地步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再次被警告的朱帅并没有被扣除分数，台下的方便也在为其出谋划策。毕竟朱帅正在为中国拳坛清理蛀虫，这就是有经验的运动员的样子，他会利用技巧啊，而且让裁判让裁判去提醒。哇！原地的跳膝。哇，果然这个超级的无氧训练呢，对于朝九玉桂的第3回合有非常大的帮助。而且这个朝九家族啊，朝九玉桂的进攻欲望很强烈又如何？还不是被朱帅戏耍的团团转。一直在火力全开的朝九玉桂，体能开始急速下降，出拳速度降低了很多，出拳出腿的质量也是大不如前。反观朱帅开启了最后的体能储备，是要与朝九玉桂拼个你死我活。玉桂的老爸也是比较精，从第1回合喊到第3回合。朱帅卯足了全力，朱帅能不能拿下这场比赛呢？好，至于朝九玉桂的这个日本战就是3月28号。另外，时间还剩下最后30秒，朝九玉桂还是没能读秒朱帅1次。看来朝九玉桂是凶多吉少了，强制搂抱朝九玉桂的朱帅又遭到了警告。
虽然是被警告，但并没有因此而扣除分数。真要是因为频繁搂抱被扣除1分的话，恐怕朱帅要因此而输掉比赛。说实在的，还有10秒。对，昭九的拳法比较粗，但是呢，他拳里面夹着膝法，不好对付。哇！就是让我们没有。最终俩人打满了3回合9分钟，第1回合完全由朱帅来领导，节后2回合朱帅发挥的也还算可以，最起码没有让朝九玉桂拿到太多的点数优势。在保全自己优势的前提下，朱帅拼尽了全力与朝九玉桂拼到了最后，属实不容易。在华9战9胜的日本天才恐怕要在此刻落下了帷幕。双方都拼了。B27，比赛结果，最终朱帅获得了胜利，成功终结朝九玉桂在华连胜战绩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朱帅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